将窗帘拉开，果然发现了隔壁老王。没有做出任何解释的妻子反手递来离婚协议。奇怪的是，男人并没有一丝愤怒，反而满脸开心的转身离去。Are you all right? Yeah. 其实几天前，他也已经在火车上遇到了真爱的女孩。还记得当时柔弱的维多利亚行李散落一地。Here, let me help. I'm sorry. 保罗刚想帮他，火车突然启动，导致两人差点亲到一起。他连忙爬起身来，却不知就在这时，维多利亚错拿了他的车票。这一场奇妙的相遇，悄无声息地撬动了两人命运的齿轮。很快，保罗因为车票问题被提前赶下火车，只能匆匆追上一辆巴士。没想到又遇到了维多利亚。Oh my god. 经过交谈，才发现他刚才拿错了保罗的车票。I thought it was a mistake. I'm so sorry. 本以为会是一趟愉快的旅程，可中途却上来了两个无赖。看到维多利亚长得漂亮，两人打起贼心，甚至开始动手动脚。这时，一旁的保罗站了出来。Stella, lady doesn't want to be bothered. You cut me open and bleeding, I keep bleeding. 虽然伸张了正义，但因为闹事，三个男人都被赶下汽车，看来只能靠步行去下一个车站了。然而还没走多远，又遇到了维多利亚。保罗以为他是对刚才的事抱有歉意，才专门在等自己。其实维多利亚只是单纯的到站，但又不敢回家。她在城里交往了一个男友，本以为遇到真爱，怀上孩子后，男人却一走了之。如果让父亲知道这件事，肯定会大发雷霆，所以现在他根本没有勇气踏进家门。看到维多利亚梨花带雨的样子，保罗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How about if you do show up with a husband? Who does what? Comes for the day and then just leaves? Yeah, sure. Comes to meet the family, stays one night, leaves in the morning, puts a letter in the mailbox saying he's Abandoned me? My heart's crippled by the flame that I keep on Happens. closing. 也许这是个不错的办法，可现在已经临近家门，去哪找个男人跟自己回家呢？ Victoria. There's me. 就这样，两人达成协议。保罗以丈夫的身份去见维多利亚的家人，留宿一夜后再找个借口离开。在路上，两人才正式的介绍自己。保罗是个退伍军人，妻子希望他卖巧克力赚钱。刚经历战争的他还无法适应循规蹈矩的生活，所以才带着问题四处游历寻找生命的答案。突然，维多利亚停下了脚步。原来他的家族世代经营着墨西哥边境的葡萄酒庄园，人们都称这里为云霄仙境。保罗打开巧克力盒子，本着演戏就要真实的原则，将包装纸戴在维多利亚手上充当戒指，然后自己也戴上一枚。突然枪声响起，他连忙把维多利亚护在身下。凶神恶煞的男人走了出来。 Don't shoot. Once or twice was enough, but it's Hello, Papa. all in vain. Victoria. Time starts to pass before you know it's frozen. Paul Sutton. My husband. But something happened. 果然，父亲跟猜想的一样火冒三丈，本想把维多利亚许配给贵族少爷，谁知他竟然带回来一个小白脸。在他眼中，这就是背叛父母、背叛祖宗的行为，挨个向家人发着牢骚。可不管是维多利亚的妈妈还是奶奶，都对这个上门女婿没有丝毫偏见。他只能找一家之主的父亲来评评理。谁知连最德高望重的爷爷也表示了欢迎。 I am Pedro Aragon. They try Welcome to pull me away. to our happy They family. don't know the truth. My Thank you. heart's crippled by the fame. 为了迎接保罗的到来，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两人在饭桌上将彼此相遇的故事讲得天衣无缝，但父亲还是不能接受现实，尤其是在知道保罗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他更是当众阴阳怪气地说，女儿嫁给了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男人。虽然维多利亚一直在维护保罗，但父亲的话还是刺痛了他。还没结束，就匆匆忙忙地落寞离席。 He doesn't pull any punches, does he? You cut me I'm open sorry. You must think they're horrible. and it's draining all. 他告诉维多利亚，小时候他总是对着星星许愿，希望自己有这样一个彼此关爱的家庭。刚才本来有无数句话去反驳维多利亚的父亲，但想想如果自己成为了父亲，或许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No, you wouldn't. I don't know about that. They say I do. I'm in love with you. 为了让气氛愉快点，保罗乐观地说，反正明天早上他就可以离开。最难熬的部分刚才已经熬过来了，可维多利亚听后却露出一丝不舍的神情。 Closing. 根据当地风俗，新婚夫妻要睡在主卧，母亲在床上放上一支红玫瑰，祝愿两人白头偕老，然后回到房间安慰正在气头上的丈夫。她抱怨着保罗不仅抢走女儿，还抢走了她的主卧。不过根据习俗，新婚夫妻的第一晚必须得到父母的祝福才能入睡，所以妻子叫他赶紧控制好情绪去跟他们说晚安。此时保罗已经打好地铺，准备分床而睡。维多利亚好奇地问 Would you marry someone if it wasn't your baby they would carry? If I loved her. Good night.
突然外面传来父亲的敲门声，他们赶紧收拾地上的床单，然后装作恩爱的样子抱在一起。尽管一切表现得完美无缺，但父亲还是注意到了角落的床单。好在他没有过多猜想，因为担心还会有人突击检查，他们索性决定都睡在床上。这时维多利亚不经意地扭头，炽热的眼神四目相对后再也挪不开，气氛逐渐微妙起来。但演戏毕竟是演戏，保罗还是及时刹住了车。其实此时此刻他们已经对彼此产生好感，可奈何一个有妻子，一个有孩子，谁也无法解开内心的精神枷锁。这晚保罗又梦到那些战场上的经历，战争后遗症给他带来数不尽的噩梦。就在维多利亚抚慰他时，霜降到来的警钟突然响起，整个庄园的人全体来到葡萄园，他们升起火焰为葡萄取暖。保罗也想帮忙。We are going to lose everything, and you want me to take time to show you? 于是，在维多利亚的指导下，他们像蝴蝶一样扇动翅膀，在庄园中翩翩起舞，将阵阵暖意带给两边的葡萄树。这是保罗第一次融入这个家庭，也是离开战场后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与冰霜一起融化的，还有父亲那颗偏执的心。第二天早上，保罗向维多利亚道别，然后按照计划以出差为由离开庄园。可刚出门就被爷爷拦住，还让保罗陪他去遛遛弯。他说400年前祖宗从西班牙带来葡萄藤的根，如今所有葡萄都来自于这棵树。它不仅是云霄仙境的生命之源，也是整个家族包括保罗在内的生命之源。You are an orphan. Though they found it No longer. hard to believe, I'll be wearing these scars. 明天就是丰收的日子，爷爷希望保罗留下来见证这一天，可保罗已做出决定，无论如何都坚持离开。眼看留不住他，老人家开始上演苦肉计。 Poor granddaughter. Try to pull me away. You will whip her with it. The truth, my heart She'll be the one to pay for your commitment. better keep on close. Pity. You come 显然保罗吃这一套，当即决定再多待一天。看到留下来的心上人，维多利亚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每年一度的收割日是庄园最重要的日子，保罗也加入其中，但他还是有些生疏，怎么也割不下来。在维多利亚细心的指导下，他才慢慢上道。家族洋溢在丰收的喜悦中，保罗不小心弄掉一串葡萄，老丈人逮住了机会，捡起来吹了吹灰，然后放进他的篮子里。离开时还不忘给个嫌弃的眼神。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开始了。保罗干得越是认真卖力，老丈人就越紧追不舍。在不知不觉中，两个男人好像展开了竞赛，谁也不肯落后于对方。整个庄园都被他们的幼稚所感染。装满一筐后，老丈人赶紧抱出来宣布自己的胜利，不过速度太快，掉出来2串。保罗学着他刚才的样子捡起来吹吹灰，再放进他的篮子里。老丈人也终于难为情地笑了出来。接着便是酿酒最重要的环节，首先由奶奶吹着号角带领大家感谢四季的风，随后所有已婚女性则进入缸内将葡萄采破，伴随着乐队的演奏，女人们在池中欢声笑语的嬉戏。流传了1000年的行为艺术有助于混合葡萄汁与酵母，从而酿出的葡萄酒也更加香醇。在一片欢乐的氛围中，大家越玩越疯，甚至把保罗也扔了进去。于是这场酣畅淋漓的酿酒盛典，因为一对新人的加入赋予了别样的风味。沉浸在喜庆中的两人也终于捅破了窗户纸，拥吻在一起。然而回过神的保罗才意识到自己不该冲动，现在的他还不是自由之身，这么做只会伤害到维多利亚。晚上他在沙发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维多利亚的弟弟与父亲商量着庄园的管理。保罗听到动静连忙起身，但老丈人已经发现了端倪，回来第一晚打地铺，这次又睡在沙发上，一点也不像刚结婚的恩爱夫妻。维多利亚连忙上前解围，而父亲却要他说出真相，跟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回头看了一眼保罗， bleeding, I keep 随后也只能无话可说的离开。 bleeding, I keep 保罗知道不能再留下了，他找奶奶拿回自己的衣服。突然看到维多利亚腹痛难忍，连忙上前想扶他回房，但维多利亚拒绝了保罗的关怀。他劝保罗赶快回家，在这里能拖1天或2天，难道还能拖一辈子不成？人终有自己的归属，而真相也快要藏不住了。接下来他要自己去承担责任。尽管维多利亚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保罗还是放不下心，跟着追了过去。然而在仓库没有找到维多利亚，反倒遇上了他的父亲。老丈人依然不承认这门婚事。保罗反问道：难道你没发现自己的问题吗？你在冷落自己的女儿，她那么害怕你，都是因为你不懂疼爱。 You know nothing about my daughter. You hear me? Nothing. I know that she is good and strong and deserves all the love this world has to give. Can't you see that? How wonderful, how special she is. You see this? This land, this vineyard. This is 365 days a year. Who do you think I do this for? For them. All of them. I love my family. You should let him know it. 老丈人哑口无言。人们往往把最差的脾气留给了最爱的人。保罗收起还没洗好的衣服，即使再放不下心，他也得离开了。可这时老爷子又一次拦住了他。
他以为小两口闹了别扭，主动开导保罗，告诉他男人都是靠理智行动，而女人都是凭感觉做事。虽然句句在理，但没有一个字说到了这件事的核心上。两个人一杯接一杯的白兰地下肚，不知不觉已经天黑。老爷爷甚至叫来乐队教保罗唱着乡村情歌，当年他就是靠着这首成名曲追到了奶奶。也不知道保罗喝了多少，竟然被爷爷怂恿到维多利亚的窗前，叫他把刚才的情歌唱给他听。按照传统，只要女孩开灯就代表着成功，可一曲过后，就连老丈人都被感动，那盏灯却始终没有点亮。轻柔的晚风拂过脸颊，保罗逐渐清醒过来，事态不应该这么发展。拎起行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庄园。他的出现照亮了维多利亚的心田，可他的出现却不在正确的时间，就好像这盏灯如果早一点亮起，他们或许也不会错过。第二天，镇上举办了丰收庆典，保罗正好在这里等车。维多利亚远远便发现了他，没有分别的不舍，只有面对命运的坦然。这一杯敬过去也敬未来。这时老丈人发现了两人，昨晚被情歌打动的他骄傲地向神父介绍自己的女婿，还向所有人宣布今晚将为两人正式举办婚礼。 Tonight, I give my daughter's hand in marriage before the eyes of God, and I will take it as a personal insult if you all do not show up. You are all invited. Why are you doing this? A man can't change his mind. 保罗说我们得赶紧向他解释，但维多利亚则表示让自己来。现在他已经不再害怕。保罗拿出勇气勋章送给维多利亚的孩子，两人以最真挚的亲吻向彼此告别。随后维多利亚向父亲坦白了所有事情，隔着几十米都能感受到真相给整个家族带来的打击。晚上酩酊大醉的老丈人被惊醒，看到这个男人一时间不知道从哪开始发火。保罗先开口恳求他把维多利亚嫁给自己，老丈人终于清醒过来，对他破口大骂。保罗赶紧拿出离婚协议解释原因，但老丈人已经被怒火冲昏头脑，让家族蒙羞不说，还伤害了女儿，无论如何都要杀了这个男人。听到动静的维多利亚赶紧冲出来制止他们，这时老丈人失手将煤油灯扔了出去，熊熊火焰瞬间点燃葡萄藤。保罗赶紧冲上去灭火，但火势蔓延实在太快，即使所有人都赶来，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无法阻止庄园被吞没的命运。看着眼前的火海，老丈人才认清事态严重，他想冲进去灭火，却被老爷子拦了下来。火焰整整烧了1个晚上，400年的家业毁于一旦。老爷子伤心地说道：“大家的根断了。”突然，保罗想到那棵祖元树，他来到山头，将烧焦的树干连根拔起，然后带回去让大家检查。老丈人划开一角后，发现埋在土里的根还活着，一切都还有希望。It's alive. It's alive. Las nubes lives. 他兴奋地对保罗说：“现在这是家族的根，也将是你的根。”老爷子也曾说过同样的话。失去一切让这个偏执顽固的男人学会了如何去爱，他让保罗种下这颗希望的种子。 You know how. Victoria, help your husband. 终于，这对相爱的男女可以毫无顾虑、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